演员于朦胧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大家好，我是诗彤。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塔罗占卜来看一看这个事情是否另有蹊跷，他是否像网传那样真的是自杀身亡，还是说这个事情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黑幕存在呢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了，来看一下于朦胧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以及他是不是真的是自杀啊，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蹊跷的情况啊？那我们这里直接出来了一个宝剑逆位啊，以及一个死神，权杖皇后的逆位。我感觉他内心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啊，他内心其实有很温柔的一面，但是呢，他有那种比较倔啊、比较不屈的这种精神，就是他不是那种愿意轻易服软的性格。我先把牌都抽出来，然后我们再来去综合的讲解啊。于朦胧的死因。我感觉他在控诉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某个群体，然后他对这个群体已经积怨已久了，甚至说他可能想要去把有些东西在公共场合去曝光出来，而且中间可能涉及一些口舌是非啊，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说一个单单的一个抑郁症那么简单啊，这中间绝对是有一些口舌争执啊，一些人际之间的冲突。有人给他提过一个 offer 啊，给他提过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橄榄枝，但他拒绝了。有点像是别人想，比如说啊，我给你一个什么系的资源呐，对吧？或者我给你一个曝光的机会啊，但前提是你，对吧？要给我做到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交易在他这是谈判失败的，他内心还是很高傲的一个形象。女皇，这里又是对吧？谈判失败。有人想要去给他一些机会，想要给他一些建议啊，想要给他一些资源，但可能前提是有一些代价，或者说是有一些东西是他不愿意做的啊，所以他拒绝了啊，拒绝了，看到没？这里宝剑国王和宝剑皇后都出来了，那么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很痛苦的一种感觉。说实话，的确有一种被潜规则的感觉啊，就是绝对不是像字面上说的是，对吧？排除他杀的可能性，然后，往自杀或者抑郁症上引导。至少从牌面来看，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啊。虽然说他有郁闷有抑郁，对吧？我们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宝剑的一个含义，但是的话，从牌面来讲，其实抑郁倾向并不是很明显。而且这里有这么多的宝剑牌，就是说他从头到尾整体来讲，他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干嘛，他绝对不是那种糊里糊涂的。在那种对吧不省人事，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的一种非常混沌的状态下啊，从楼上掉下去的，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从牌面来看的话啊，对吧？你看我们这么多宝剑牌，宝剑代表的是思维，代表的是理性，也就是说他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他是有自己的理性存在的，而且的话，他是属于那种性格有点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感觉啊，他很刚，对吧？因为我们看到第一张这里是一个宝剑王牌的逆位，代表有些东西啊，有些提议，有些想法。他想要去提出，但是他可能怕对方否决，或者是怕别人拒绝，所以他自己其实是，没有去真正的去把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去落地去履行的。然后这里这一个死神，我感觉到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已经预感到了这一天来到啊，或者说预感到自己的一个事业生涯或者自己的生活即将会迎来一个巨大的转变，甚至说他是抱着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啊。因为我们这里看了一个权杖皇后，对吧？无论是权杖皇后还是宝剑皇后，它都是一种非常高傲、非常倔强的能量啊，就是我要保证我的这个人的品行端正，然后我要保证我这个内心的这个纯洁，然后我要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认知，按照我自己的道德标准，按照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去做事情啊。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逆位了，就是说有些事情他想要按自己的这一套我们所谓的价值观去贯彻，但他不敢去做。他可能忌惮某些力量，或者说忌惮某些势力，忌惮某些人啊，他没有去直接去做。然后这里这个世界逆位，从他内心来讲的话，他觉得有些东西即将浮出水面啊，或者有些东西迟早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但是从他自己的视角来讲，当下他的力量是不够的，就是一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这个东风他还没有接到，他就提前泄气了啊。所以的话，它是一种。世界的逆位，它是一种我想要去把这个事情往前推动，但是我内心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为我感觉很多事情它仿佛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很多事情它可能有一些更大的势能，对吧？
更有权、更有力啊、更有背景的一些人再去推动这些事情，再去左右这些事情，而我只是在这个事情中的一个配角啊。有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自己其实是能够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但是这个影响力，对吧？最终能够推动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很多时候他自己心里是没数的，他是心虚的，他害怕往前再踏一脚的话会踏空啊。所以他生前的时候，他有些时候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怎么说呢？他有忌惮的一面，他有无力感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有些事情的话，其实是有机会能够去大白于天下的。这个是我看到他生前可能内心其实藏着一些秘密。然后我们这里呢，宝剑皇后的一个正位，到后期他其实有下定决心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吧？他虽然行动力他没办法自己直接的去贯彻一些东西，或者去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实现一些东西，但是在思想上，在语言上，在精神层面，他还是会表态，他还是想要去坚定自己的立场，想要去勇敢的去拒绝一些东西。拒绝什么呢？我们这里看到了，对吧？这里是一个宝剑五的一个正位如果说大家上过我塔罗课程，或者说你们对塔罗有些研究就知道，对吧？宝剑五它是一种什么感觉？是一种人际之间的争端，一种纷争然后你看这个人，对吧？他看上去占优势，但实际上呢，他把另外两个人手里的武器抢了，也就是说，他是一种看上去赢了，实际上输了的局面也就是说，他当下于梦龙他当时生前的时候，他所处的这个局里面，或者说他生前他那个派对里面，肯定是有一些人际争端哪怕这个争端不会直接在派对上显现，但是这些人和人之间复杂的一些勾心斗角，或者一些利益冲突，或者说一些矛盾，其实已经是在暗中在潜伏了然后有些东西他其实内心已经有一些所谓的不祥的预感了而且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人，对吧？他是一个在这个圈子里面，他是个所谓的大人物，他能够去怎么说呢？非常任性的去把别人的资源，把别人的东西把别人视为珍宝的东西给剥削掉去给搜刮到他自己身上，并且他洋洋得意并且他引以为荣，引以为傲，他一点都不觉得为耻就是那种很沾沾自喜的感觉，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很多一些影视剧里面那种，对吧？霸凌同学的那种校霸的形象，就类似于这种，社会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对吧？他们就是以霸凌别人为乐，以欺负别人为乐，以剥削别人为乐然后所以的话，在他的人际关系里面是有这样的压迫是有这样的攻击，是有这样的斗争去存在的那么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我看到他可能身上的确可能会有一些人的把柄就某种程度上，这个人可能也可以代表他自己他有一些人的把柄这个把柄更多的比如说是一些聊天记录的截图，或者说一些信息层面的一些证据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就可能会涉及到什么？涉及到一些利益的交换或者说是一些暗箱操作的东西因为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圣杯四的一个正位，圣杯四它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对吧？它代表的是外界给了你一些机会，但你不想接，你看不上。那么这个机会我们去放眼到娱乐圈中可能是什么呢？对吧？可能是比如说，对吧？你满足我一个什么什么条件我就让你去当男主角，或者我给到你什么什么样的资源，就有点类似于潜规则的感觉也就是说，他的确对方给到的一个金额或者给到的资源是比较可观的，但是他也有一定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当事人也就是于梦龙当事人他自己不想承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身边其实有很多的莺莺燕燕，或者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他不想接，因为他知道，对吧？所谓的，对吧？每一个命运的馈赠背后，它都有对应的价格所以的话，这些价格他觉得是他不想去承受，不想去承担的，所以他面对很多机会面对很多 offer， 他其实是一种拒绝的态度那我们看到这里一个皇后牌，其实他自己内在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而且的话，他内在其实是有非常的阴性的或者是母性的，或者是女性能量的一面的。所以说有的人，对吧，说怀疑是不是有一些gay 圈的事情从这张牌来讲，我觉得单纯从他内在的一种能量气质来讲的话，他可能的确容易吸引男性容易吸引男同因为这里的话，对吧，无论是权杖皇后，还是宝剑皇后，还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皇后牌，它都是一种阴性的母性的能量。而且的话，它是一种就是我内在是很高贵的，我是很端庄的，我是不会轻易为任何人妥协的，我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是这么一种状态，我是很有才华的，对吧？他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所以他不是那种会轻易的去放弃自己生命的那么
这里的话啊，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圣杯6的一个逆位，其实跟这张牌啊它的象意很像啊。这里看到有大佬，有人给他了一个 offer， 或者说给他了一些提议，但是他拒绝了，或者说他觉得这个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啊。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啊，作为于梦龙他自己可能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他没有那么多的一个背景，对吧？他也没有资本做支撑，所以的话他就是一个单枪匹马的状态。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大资本，或者说面对后面的这些大的势力，他有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手足无措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拒绝也好啊，不拒绝也好啊，其实都是对他来说是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当然内心深处啊，对吧，他还是非常强硬的想要去拒绝的。最开始的话，我们看到这里宝剑皇后，这个时候他可能内心还有一些柔情，或者说啊，觉得很多时候还对有些人会有同理心啊，或者说对吧外界的一些东西抱着一丝幻想。到这里宝剑国王他就是已经变得非常理性，或者非常冷静，或者我们说他对很多人性的一些幻想可能就是破灭了，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那种这张牌逆位了嘛，就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大不了鱼死网破，对吧？我不想好过，你也别想好过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的话就是有一点破罐子破摔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到了这里一张牌，对吧？这里是一个宝剑啊，你看这个人，对吧？他非常痛苦啊，就有点像是在他去世前的几个小时，他说，对吧？据警方描述说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然后过了几个小时以后，结果在小区的地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了。这里我看到他其实最后关头他内心还是很痛苦的啊，然后他觉得这个事情仿佛在他看来是无解的。而且的话，这里的话星币骑士的一个逆位，我看到他内心其实某种程度上他觉得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就是无论他死不死，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所以这个事情它绝对不是表面上啊，有的人说什么抑郁症啊，或者说是单纯的自杀这么简单的，这背后肯定是有一些幕后的事情的。而且的话，他口袋里的那2块表，劳力士还是很值钱的，对吧？这里这个新币，我感觉到仿佛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证据一样啊，就他口袋里面的这个表，应该后面还是大有文章在的啊。我们知道，对吧？像这种名表它都是有编号的，那编号都是可以溯源到主人的。那么这个表的主人到底是谁啊？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包括这个主人是不是在派对上啊？以及的话，从牌面上，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看到，在他死前的一段时间，其实身边有朋友劝他啊。然后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人其实有去跟他去于情于理的去商量，对吧？希望他去妥协，或者说是希望他能够去给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让这个事情过了。但是他内心深处他不想要折中的方案，他还是想要按自己的来，他不愿意妥协，他不愿意将就啊，他不愿意去为斗米弯腰的感觉啊。所以整体来讲，就是我在这个牌面看到了很多的愤怒的情绪，就是仿佛无论是他的死亡也好，还是包括他生前也好，无论他有没有发生，他内心深处其实对有一些特定的人群，对有一些特定的事，他内心其实是一直有非常强烈的愤怒的，他想要呐喊出来，他希望把有些事情公之于众，他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但是他找不到发声的渠道或者说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达，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的原委以一种具有公信力的方式去给它展露出来。甚至某种程度上，我看到可能有人是抓住了他的一些所谓的把柄或者是弱点然后导致他不敢去把有些事情公布，他害怕有些东西会断送他的前程。但是其实我看到在他死亡之前，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是一种有点半退圈的状态了，或者说他看上去他虽然在营业，但他内心深处他某种程度上他其实是不太想在这个圈子里待，或者说不想以这种方式继续在这个圈子里做下去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牌面能看到的状态总之的话，肯定不是像新闻上讲的那么简单。那么同时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生命然后好好的照顾好自己。那么 rest in peace。